近年来，日本空自不仅对 F-15进行升级，向美国购买 F-35战机，还有意强化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要知道，日本战后受和平宪法约束以及美国的限制，日本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比如航空母舰、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等。而战斗机或攻击机很长一段时间也无法使用精确制导炸弹以及远程对地攻击导弹，最多只能配备反舰导弹，对地打击能力有限。那么今年的日本要提前修改安保战略和防卫大纲，可能明确的要提出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那么日本今年度的国防军费也首次超过了6万亿日元，其中最新武器装备研发较去年激增近40%，前所未有。这很明显的是美国有意图要给日本军事松绑，让日本事实上成为美国在亚太的第2美军。近年来，日本已经从美国购买了4架 KC-46、6架 KC-767加油机，可为 F-15、F-35等战机进行空中加油，并在年初宣布授予美国波音公司一份价值超过4.7亿美元的合同，将航空自卫队现役 F-15J 战斗机升级为最新型号，使其具备与 F-35协同作战的能力。同时，日本还打算向美国购买 AGM-158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而这款导弹采用隐身设计，突防能力强。基本型 AGM-158A 射程约为370公里，而增程型 AGM-158B 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计划采购的就是增程型 AGM-158B。此外，日本还想购买在 AGM-158B 基础上发展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如果日本空自拿到手，那么升级后的 F-15J 将具备远程对地和对海打击能力。尽管日本现在因为手头拮据而没有正式采购，但不排除未来进行采购的可能。那么这个射程对于日本来讲，对周边国家的威胁是很大的，而且有能力打击周边国家一些重要的目标。那么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就绝对不会再是像现在他所谓的专守防御了，那是一支真正有能力进行外科手术能力打击的这样的一支空军了。日前，美国国防部在向媒体发表的声明中宣布，波音公司获得了一份价值4.7亿美元的合同，拟对日本 F-15战机编队进行现代化升级。请教一下秦先生，自卫队的 F-15一旦装上 AGM-158导弹，会获得怎样的战力呢？这个导弹我觉得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说，它相对来说射程还是比较远，这个和美军过去的一些战术的这个导弹比，像什么这个小牛啊这样的导弹比，那么射程有一个巨大的提高啊，可能对方的防空导弹或其他一些防卫性的武器根本够不着你啊，你就可以这个发射导弹攻击对方。另外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导弹呢，它虽然全程亚音速飞行，但是这个导弹的外形是经过一些所谓隐身的设计。日本自卫队一旦获得这款武器的话，意味着日本自卫队的飞机携带这款导弹，可以对远在1000公里以外的陆地或海上目标进行攻击。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从日本列岛的大概西海岸啊，你飞机刚一起飞，至少这个导弹的射程涵盖这个整个朝鲜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如果这个 F-15再携带着这个导弹飞得更西一边的话，啊，更往西飞的或者西南方向飞的话，那么可能对整个这个中国大陆，包括北边的这个俄罗斯远东地区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所以还是值得周边国家警惕的。谢谢秦先生的解答，感谢您收看本期军情直播间。